我是凤族皇室唯一一只五彩金凤，在我顺利诞下第一颗凤凰蛋时，成了惹人艳羡的凤后。凤凰蛋生来仙胎，神力太强，需要我放在烈火神棺中栖息孵化，却没想到曾被我救过一命的红腹锦鸡爬床勾引凤帝，说他也成功生下凤凰蛋。只有我眼尖看出，他抱着的那枚凤凰蛋和我的一模一样。我百家凤灵宫，发现烈火神棺空空如也，没等我去凤帝跟前揭穿他，红腹锦鸡就起了杀心，让人拔光我的尾羽，将我推入万丈雪渊。红腹锦鸡捧着我的五彩尾羽，献宝一样捧给凤帝。君上，凤后那个贱女人想要残害我们的孩子，还想谋杀您篡位，已经被我收拾干净了。此时我收起伏虚幻境，对这一幕未来要发生的景象早已了然于心。柳如烟端着一壶葡萄酒走来，笑意盈盈帮我倒入酒杯，态度毕恭毕敬地蹲下身来伺候。凤后，这是羽族新进贡的葡萄酒，您尝尝。我不动声色地接过，抬眸打量柳如烟的漂亮脸蛋，白中透着红，秀色可人。柳如烟原身是一只红腹锦鸡，出狱时她正被羽族欺负得奄奄一息，我动了恻隐之心19，又将她带回凤族，当成个小侍女放在身旁庇护着。却不料她见我生下凤凰蛋，竟动了歪心思。刚刚在伏虚幻境里看到的那一幕，就是柳如烟在心中的设想。她在这杯葡萄酒里下了药，我若是喝下，定然昏睡3天3夜。而在此期间，柳如烟不小心迷路到凤帝床上，两人颠龙倒凤之后，没多久柳如烟就号称怀了身孕。可只有我知道，她号称自己怀孕，不过是蓄意偷走我的那颗凤凰蛋。伏虚幻境是我的法器，能对我面临的危机发出警示，更能让我一眼看破别人心中的坏心思。原以为红腹锦鸡内心纯良，却没想到竟是如此恩将仇报的孽畜。且看我如何让他自食恶果。我假意接过葡萄酒，一饮而尽。辛苦你了，柳如烟。余光捕捉到他眼角闪过一丝得意的笑。没过多久，我便体力不支晕倒下去。柳如烟缓缓靠近我，试探性地唤了几声，见我依旧没有反应，他便悄悄换上我的凤族宫装，偷偷摸进凤帝宫殿。他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站起身来，呼唤我的灵宠小金乌。看着小金乌听话的飞走，我扬起唇角，这一次我要让红腹锦鸡输得一败涂地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野鸡永远做不成凤凰。我算好了时间，和伏虚幻境中的景象一样，在3日后前往凤帝宫殿。那只红腹锦鸡衣衫不整地躺在凤帝榻上，似乎刚刚颠龙倒凤结束。他正为里面的男人捏肩。我带着人冲了进去。柳如烟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秽乱凤族后宫！红腹锦鸡起初吓了一跳，可仗着自己已经被凤帝临幸，有人撑腰，很快胆子大了起来。从前见到我便恭敬行礼的柳如烟，此刻慢吞吞的拢好衣衫，笑吟吟从榻上下来。凤后，君上还在歇息，你这样大呼小叫的，若是惹怒君上可如何是好？他眉眼中满是挑衅，眼神似乎在说，用不了多久，君上就会封我做凤妃，你又能奈我何？我冷笑，扬手扇了他一巴掌。柳如烟，你可知在凤族与人私通，是要受剐刑，扔到万丈雪渊的。柳如烟假装被我推倒，哭哭啼啼的跟身后男人求情。君上，您看凤后她越来越嚣张跋扈了，肯定是这几日我伺候您，惹得凤后不开心了。你听她还要把我扔去万丈雪渊呢。里面的男人似乎睡着了，背对着柳如烟，根本不作声。柳如烟冷笑一声，君上现在只是睡着了，刚刚他后缠绵的时候，可是亲口说了，来日等我诞下子嗣便封我为后，他早就想休了你了。我淡笑不语，我身后却传来一道威严的声音，是吗？朕想休了凤后，朕自己怎么不知道？凤帝从我身后走来，自然地把我搂入怀里，冷眼瞧着柳如烟。柳如烟看到凤帝忽然从外面走来，吓得脸色惨白，他来回看向床榻，指着凤帝结结巴巴，你是假冒的。凤帝冷哼一声，大胆，一只小野鸡居然敢质疑朕，拿下！无数凤族将士把他团团包围，一看动真格的。柳如烟面色惨白如纸，他疯了一样冲到床榻前，想寻求庇护。你若是凤帝，那榻上的是谁？话音刚落，榻上的男人转过身来，露出了小金乌那张脸。柳如烟绝望地跌倒在地，不可能，刚刚宠幸我的人明明是凤帝，怎么会这样？当然是我策划的。柳如烟以为将我迷晕，前去勾引凤帝，一招成功就能享尽富贵荣华。可他前脚刚走，我后脚就派小金乌把凤帝支走。真正的凤帝去了凤灵宫看望我的凤凰蛋，而小金乌则将计就计，变作凤帝的模样，让柳如烟心想事成。如今得知了真相，柳如烟眼底渗出绝望，凤帝干脆果断发落。来人，这只野鸡居然秽乱凤族后宫，妄想陷害凤后，扔去万丈雪渊。万丈雪渊是连修行1000年的凤凰都害怕的魔窟，凭他一只小小的红腹锦鸡，若是扔下去，必定有来无回。柳如烟眼珠一转，他双手环袖。柳如烟声称自己通过后天修炼，已经将原身修炼成凤凰。我只觉得好笑，这天底下野鸡修炼成凤凰的，这还是头一遭。小仙娥又继续说道，而且柳如烟姑娘还说肚子里怀了天胎，不是小金乌的种，而是一颗凤凰蛋。我脸色变得严肃起来，
此话当真？小仙娥点了点头。凤帝已经在大殿接见柳如烟了，也请凤族太医看过，确实如此。我想到在伏虚幻境里也曾看到过柳如烟假装怀孕的画面，不知道她使用了什么手段，让法力高强的凤帝都瞧不出端倪。甚至幻境中我也不曾起疑心，直到她鱼目混珠，把我的凤凰蛋偷走，假装成自己所生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被骗。更要紧的是，凤族确实有天胎一说，若是怀了天胎的女子，必定是凤族神女，这也是一种上神恩典的神迹，历代凤帝都不可怠慢。若是等天胎出生，凤帝要收在名下，当成亲生孩子一般抚养。换装去大殿，我吩咐小仙娥收拾东西随我去一趟。刚到便看见凤帝在给柳如烟输送灵力，为她保胎。我下意识看向凤帝求证，她紧紧抿唇，哑音。柳如烟似乎真的怀了天胎，既然如此，便将她封为凤妃吧。还没等我开口，柳如烟便一脸含笑跪在地上谢恩。君上，日后臣妾会仔细养胎，好好服侍您和凤后的。回去之后，我觉得十分奇怪，便再次打开伏虚幻境。这次看到的画面是柳如烟当真怀了孩子，但生下来是一只雉鸡精。柳如烟心狠，把雉鸡精活活掐死，又偷走了我的凤凰蛋，伪装成自己所生。我收起伏虚幻境，命人严加看管好凤凰蛋，用不了多久，凤凰蛋就会成功孵化了。可是凤帝外出这日，有小仙娥慌慌张张跑来找我，凤后，不好了，凤凰蛋被人偷走了。我心中一凛，连忙起身朝着凤灵宫跑去。一路上我都在想，时间也不对啊，就算是柳如烟想偷走凤凰蛋冒充自己的孩子，也难以说得通。我仓促赶到凤灵宫，查看烈火神棺中的凤凰蛋，它好端端地躺在那里。我刚要转身质问小仙娥，忽然身体彻底失去了力气，无力地瘫倒下来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怒斥小仙娥，可她却扬唇冷笑，转头看向身后的人。柳如烟挺着孕肚，娇柔笑着朝我走来。雅音，你根本想不到吧，就连你宫殿的人也识物者为俊杰，早已为我所用了，我竟然着了他的道。你想对本宫做什么？若是凤帝知道了，就算是你身怀天胎，也必定死得很惨。柳如烟笑得猖狂，死，我看死的人看。柳如烟笑得猖狂，死，我看死的人是你吧。他侧头吩咐小仙娥取我的神鞭来。神鞭是自从她怀了天胎后，凤帝赐给她的一件护身法宝，用来保护她自己和胎儿的。却不料他居然打算把这东西用在我身上。我攥紧拳头，凝神聚力，却发现全身的灵力已经溃不成军，无论如何都使不出来了。别费力气了，雅音，你连着半个月被我的人下了断肠散，如今刚刚是月圆之夜，你根本就没有力气抵挡。柳如烟命人将我捆绑起来，吊在扶桑树下。为什么？本宫自问这些年待你不薄，把你从九死一生的困境中救出来，当成亲人一般对待，你为何要恩将仇报？柳如烟却一鞭子朝着我打了过来。神鞭的威力是凤族人人惧怕的，作为凤族法器，一鞭子落下便可让人皮开肉绽，灵力也能折损好几成。为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柳如烟冷声嘶吼，若不是你高高在上救了我，我又怎会再沦为凤族的奴婢？你口口声声待我好，若是真待我好，你就应该把我送给凤帝，让我也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。这些年你永远都是最亮眼的那一个，只要有你雅音在，谁还能看得到我柳如烟？你不就是出身好，生来就是一只五彩金凤吗？偏偏你就是受人敬仰的存在，而我却……你不就是出身好，生来就是一只五彩金凤吗？偏偏你就是受人敬仰的存在，而我却是被人唾弃为永远变不成凤凰的红腹锦鸡。雅音，今日你落到我手里，是你自己倒霉。若是身死魂消后，到了九泉之下，可别怪我。话落，他又一鞭子落下，我痛得无法呼吸，深吸一口气。我问他，你当真觉得将你送给凤帝便是好事？柳如烟冷笑，不过现在不是了，因为很快你就会成为谋逆的反贼，而我也很快成为凤后。见他动真格的，我神情逐渐冷下来，试图驱动体内的内丹，杀出一条血路。呵呵，没用的，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。柳如烟讥讽的声音刚落下，紧接着一道天网从头顶压下，将我束缚起来。柳如烟一声令下，来人啊，把这个反贼的尾羽给本宫拔下来。尾羽承载着我的仙力，若是全都拔下来，我非死即伤。柳如烟见人动作慢，居然亲自动手，将我的尾羽毫不留情的活活扯下。有了这尾羽做盾甲，本宫修炼成凤凰也是指日可待。见我被折磨得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的瘫倒在那里，柳如烟冷笑，把这个反贼扔下万丈雪渊。他亲眼看着我被推了下去，刚要转身，忽然身后传来一道威严而阴冷的声音：柳如烟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凤帝踩着祥云降落，万丈雪吗？凤帝踩着祥云降落，万丈雪渊的最前方倒映着凤帝的火红金翅。柳如烟连忙跑上前撒娇，君上，
刚刚有人想要害臣妾肚子里的天胎，还策动凤族宫中的人谋反，就是趁您不在，想一统凤族。凤帝冷眼瞧着他，嘴角发出一抹嗤笑，是吗？谁这么大的胆子，胆敢谋逆？柳如烟见凤帝上当了，顿时来了精神，罗列出他搜集的证据。臣妾这些日观察凤后，发现他鬼鬼祟祟，不是在您服用的丹药里下毒，就是在凤座上动手脚。今日更被臣妾发现，他居然趁着您不在，妄图跟孔雀族勾结，一举攻下凤族。要不是臣妾用您赐予的神鞭护身，恐怕现在命都没有了。臣妾还被凤后抓到万丈雪渊这边，说是要逼臣妾自己跳下去。要不是君上您来得及时，恐怕臣妾和肚子里的天胎都保不住了。柳如烟哭哭啼啼演戏，他身后的小仙娥早就跟他一个鼻孔出气，此刻也义愤填膺的补充：是啊，君上，奴婢亲眼所见，凤后嫉妒凤妃娘娘，所以才对她下了死手。要不是凤妃娘娘有神鞭护体，恐怕早就被逼下万丈雪渊了。凤帝冷笑：是吗？那朕还要好好谢谢你，为朕除掉遗害呢。凤帝缓缓靠近，柳如烟眼中闪过欣喜，他以为自己做的除掉遗害呢。凤帝缓缓靠近，柳如烟眼中闪过欣喜，他以为自己做的滴水不漏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。不用客气，君上，这些年臣妾一直都爱慕您，能够为您分忧，臣妾求之不得。可是下一秒，他就说不出话来了。凤帝的手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。君上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柳如烟呼吸不过来，脸色被掐得青紫，就连身上的灵力也开始扩散外溢。凤帝似笑非笑，说：凤后被你弄哪儿去了？柳如烟虚弱的抬手指向万丈雪渊，方才凤后为了诬陷臣妾，好让臣妾洗不清，她自己跳下去了。话音落下，凤帝也松开了手，紧接着哈哈大笑起来。那朕还真是错怪你了。凤帝笑容中带着一丝阴冷。柳如烟没有站稳，狠狠往后跌倒，被小仙娥扶住。娘娘，君上得知凤后跳下万丈雪渊，都没什么反应，看来是真的相信娘娘啊。用不了假以时日，娘娘肯定会成为最尊贵的凤后。柳如烟胸腔剧烈起伏，大口呼吸着，却也疯批的笑了。没错，现在凤后有去无回，君上肯定会爱上我，让我做凤后的。此时凤帝阴冷的摆摆手，把他们全都拿下。无数凤族将士冲了过来，将柳如烟和他身后的一群人悉数包围。柳如烟大惊：君上，您这是做什么？臣妾对您忠心耿耿，您怎么能？您忠心耿耿，您怎么能？凤帝扬手一巴掌扇了下来：你这个贱人，朕都不舍得对雅音做什么，你狗胆包天，不仅诬陷他，还要把他推下万丈雪渊，看来你真是活腻了。说着，他便徒手伸进柳如烟的胸腔，将她那枚正发着光的内丹掏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万丈雪渊光芒大盛，我被百鸟护送，自渊底飞了上来。柳如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，她被剖了内胆，整个人狼狈地瘫倒在地上，奄奄一息，却被我身上发出来的圣光刺痛了眼睛。怎么可能？没有人能从万丈雪渊活着出来的。你的尾羽也被拔掉了，你怎么会？你这个怪物！我冷笑着一步步从祥云下来，身上的血迹开出耀眼刺目的花。凤帝期待着朝我伸出了手。雅音，过来，这场游戏是时候结束了吧？我点点头，转身蹲下身来，凝视着一脸不敢置信的柳如烟。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没有人能从万丈雪渊活着出来。若是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掉下去呢？这场计划原本就是我和凤帝商量好的，我早就知道这只野心勃勃的红腹锦鸡会想方设法除掉我。万丈雪渊是他的最佳选择，只是在被他推下去的那一刻，百鸟在半空拖着我，似乎想到了这些。柳如烟眼中渗出绝望来。雅空拖着我，似乎想到了这些。柳如烟眼中渗出绝望来。雅音，你好狠毒的心，居然算计我！我的手被树枝划破，被凤帝看见了，他心疼的要命，小心翼翼用灵力帮我愈合伤口。柳如烟眼中迸发出嫉妒和恶毒，拉住凤帝的衣摆，可怜巴巴道：君上，你可千万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，她压根就不爱你，就连那只凤凰蛋都不是你的种，而且她分明是和外族联合，只为了夺走凤座，只有我才是真心实意待你啊，君上。凤帝却笑着让我坐上凤座，跪在我旁边帮我疗伤，将我之前断掉的尾羽一根根接上，如同摆弄稀世珍宝。柳如烟震惊的嘴巴都合不上了，凤帝却笑嘻嘻地说：若是雅音喜欢，整个凤族都送给她又有何妨？别说是凤族了，就连孔雀族，若是她点头，朕也会灭了他们全族。柳如烟脸色惨白，她这才反应过来，勾结孔雀族瓦解凤族的计划被彻底识破了。自从在伏虚幻境里看到那一幕，我便知道了柳如烟的野心，但又不能理解，她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鸡精，哪里来这么大胆子，居然敢暗害凤后，觊觎凤帝。于是我和凤帝商量，联合演了这么一场戏，假意配合她保胎，假意封她做凤妃，凤帝假意外出，我也假意被她推下万丈雪渊。人一旦得意，就会漏洞百出。果然，孔雀族的尾巴也都露出来了。他没多大的本事，敢对我动手，背后倚仗的正是孔雀族。包围凤族的那些士兵，全都是孔雀族搬来的救兵。只因为柳如烟是孔雀王和红腹锦鸡所生的私生女，我坐在凤座上，居高临下望着柳如烟，她即便没有了内丹，眼神却还是一如既往的恶毒。
恨不得撕碎我。为什么？雅音他是救过你的命吗？君上，他的孩子不是你的，心也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护着他？凤帝却笑得更欢，你懂什么？这是我们俩之前的情趣。说完话锋一转，凤帝的眼神凌厉地落在柳如烟身上。这个贱人敢谋害凤后，把他关于18层牢狱，每日饱受冰火两重天之苦。他腹中的孩子要保住，另外让神医关照着，别让他轻易死了。柳如烟被关进牢狱之前，他把目光投向了我身旁的小金乌身上。夫君，我是你的妻子啊，你不能不救我夫君，我腹中还怀着你的孩子呢。柳如烟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，疯了一样的抓住小金乌，可是小金乌却一脸嫌弃的推开他，滚开！你不是说你腹中孩子是天胎吗？还说嫁给我是耻辱，每日都在我的吃食中下药，只为了害死我！你这个毒妇，我脑子坏掉了才会被煮。只为了害死我，你这个毒妇，我脑子坏掉了才会被煮救你。小金乌也对他彻底死了心。柳如烟脸色惨白，她在凤族待了这么多年，苦心经营反而自食恶果，最后还是被关进了凤族最残酷的18层牢狱。身边被他收买办事的小仙娥也全都被处死。凤帝小心翼翼地用灵力帮我治疗脸上的鞭痕，满眼都是深情。我也忍不住问出口，我也想知道是为什么？我自从诞生就是天地间唯一一只五彩金凤，生来便是仙骨，无情无欲，灵力强大。凤帝一眼看中了我，要娶我为后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为了让我生下血脉最纯正的凤凰，就连我也这样以为。可是凤帝在没得到我的允许之前，自始至终都没敢碰我一下，直到我生下第一颗凤凰蛋，凤帝才敢碰我。凤帝，你真的不怀疑那颗凤凰蛋不是我和别人所生吗？凤帝笑着触摸我的脸，不怀疑。雅音无论说什么，朕都会信，好像真的就是这样。这么多年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凤帝都是无条件的配合与支持我。哪怕我当初为了让柳如烟上当，故意把她支开，哪怕我提出让她册封柳如烟为凤妃，她都没有问过为什么，只是照做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有什么东西似乎在我胸膛里生根发芽了，我主动握住凤帝的手，吻上了她的唇。那我们再生一个只属于我们的孩子。孔雀族为了营救柳如烟铤而走险，居然不要脑子的大举进攻凤族，结果惨遭灭族。凤帝亲自出马，把孔雀族杀了个片甲不留，最后只剩下一个投降称臣的孔雀公主。她带着孔雀族的贵重礼物投诚。凤帝，凤后，我父皇已死，那个红腹锦鸡与我们孔雀族再无瓜葛，他原本就是我们孔雀族的耻辱，不被孔雀族容纳才丢出去的。如今就算是凤帝想处死他，我们也绝不说一个不字。最后，恭祝凤帝凤后举案齐眉，与天同寿。我这才知道，当初我以为无意救下柳如烟，也是提前设计好的一个预谋。老孔雀王故意把柳如烟丢在羽族受尽欺负，只是为了夺我一时的恻隐之心。他在凤族埋伏多年，不仅是为了偷走我的孩子，取代凤后之位，更是为了百年千年之后一统凤族，还真是野心比天还大。只可惜野鸡永远变不成凤凰，他们的阴谋早晚落空。第二日，我便去了趟18层牢狱，亲眼观看柳如烟行刑。她身体羸弱的被吊在半空中，全身的毛都被拔光了，饱受雷电和寒冰之痛。孔雀王死了，我开口，柳如烟似乎没听见一般，双目无神的紧盯着上方。我叹了口，听见一般，双目无神的紧盯着上方。我叹了口气，转身要走。柳如烟忽然出声，我不怕，我还有腹中的孩子，他是天胎，一定可以救我出苦海的。柳如烟恶狠狠看向我，雅音，我有今日全都是你害的，若是你不弄死我，终有一日我要10倍100倍偿还给你。我原本不忍心告诉他真相，怕打破了他的幻梦，让他丧失求生欲望，可如今我气笑了。你可知凤族神医说你腹中孩子是天胎，也是一场预谋，他还说你腹中怀的是根骨齐家的凤凰蛋，对吗？那不过是我授意的，引你入局罢了。柳如烟难以接受这个消息，疯狂嘶吼起来，不可能，你这个贱女人一定是在骗我啊！这层牢狱里对凤帝设了禁术，若是柳如烟有一丝一毫的坏心，就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。他刚刚开口骂我，不过是自讨苦吃，你凭什么高贵？凭什么所有荣耀都是你凤凰的？我们红腹锦鸡族在此之前也差点位列仙班，都是你们凤族抢了先。我腹中的孩子一旦降生，你等着，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死无全尸。我冷笑一声，那就拭目以待吧。我安排了一个又一个神医，在柳如烟待产那天，前往18层牢狱帮她生产，忙活了3天3夜。小仙娥慌里慌张来给我通报，凤后18层牢狱帮她生产，忙活了3天3夜。小仙娥慌里慌张来给我通报，凤后18层牢狱那边传来消息，柳如烟生了一只白鸡蛋。我正在饮茶，慢条斯理问，它原身就是一只红腹锦鸡，生个鸡蛋有什么稀奇的？你何至于那么慌张？小仙娥吓得眼眶里闪着泪花。那个柳如烟她疯了，她接受不了自己生下的是普通鸡蛋，拿刀子活活把鸡蛋给捅烂了，嘴里还叫着有人把她孩子给换了。她明明生的是凤凰蛋，奴婢还头一次见这样疯魔的人。小仙娥问我还要不要去看看，我摇了摇头，却再次打开了伏羲幻境，这是一面可以预测未来的镜
镜子，当初便是通过这面镜子，我发现了柳如烟的野心，把所有隐患铲除干净。如今我施法想看到柳如烟的未来，却只看到一个画面：我的凤凰蛋孵化的那一日，天地间第2只五彩金凤诞生。她和我有这样漂亮的凤凰羽，翱翔9天那日，百鸟来朝贺。她确实不是凤帝的种，但凤帝是个恋爱脑，他非要娶我，就连我腹中的孩子也一视同仁养着，而柳如烟却亲死杀了自己的孩子，落得最凄惨的结局。再次去看柳如烟的时候，她诅咒我的孩子不得好死，可我笑了，你心心念念想生出来的天胎，不过是吱吱鸡精，而我的凤凰蛋才是真正的天胎。向来都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向来都是人算不如天算。柳如烟，你处心积虑靠近我，原本可以安度一生的，可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害了你。野鸡就是野鸡，永远也成不了凤凰。柳如烟还是不肯信邪，她内丹都没了，居然以震破经脉为代价，想逃狱出来杀我，却不料她的灵力根本不足以支撑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，绝望的、悲哀的死不瞑目。100年后，凤帝想当个潇洒神仙，把凤座传给了我的大儿子。第2年，我们的凤凰公主诞生了，凤帝可真是疼爱的紧，亲自给她取名叫凤锦。不知为何，某个瞬间我也觉得她和当年绝望死去的柳如烟真的有几分相像。后来去询问了道祖，我才知道真相。道祖心怀怜悯，不忍柳如烟可怜孤苦身死魂消，便让她的一缕精魂投生到了我腹中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这一世便让她也做一回凤族之女吧。且看她能过成什么样。凤帝得知后，犹豫半天要不要把那一缕精魂取出，哪怕下死手，却被我摇头拒绝了。襁褓里的小凤女，眉心有一颗朱砂痣，可爱又好看，就依道祖所言，让她得偿所愿吧。若她前世当真是柳如烟，我也希望她能幸福；若是善，我会毫无保留地把一切都传给她；若是必要时我也会手刃。